好，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理查老师，欢迎大家来到 YouTube，跟我一起学习中文。今天是2025年的，好，等老师一下哦。OK， 好，今天是2025年的9月1号，今天是9月的第一天，时间过得真的很快。马上就9月了，可能一转眼9月又要过了，今年就等于过了一大半，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时间，好好学习哦。好，每次上课老师都告诉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把握时间。像理查老师现在已经50岁了，就会觉得哇，时间真的过得好快哦。再过10年，我就要60岁了耶！所以希望大家，如果你是年轻人真的要把握时间，好好学习，不要到了老的时候才后悔。好，很多同学都来了，欢迎佩霞、林子培、静、Mandarin、慧君、乔马爱、云南舞，好，还有新中，欢迎大家。那么今天我们来学习2个非常简单的词汇，第一个叫做海水。Hello Teresa， long time no see Teresa。好，海水。第二个词汇叫做海鲜，海鲜。好，欢迎春娇跟 Alexander。好，老师看到这些同学都很开心。每次上课都有这些同学陪着老师，老师觉得很幸福，也很快乐哦。好，好，第一个词汇叫海水 ，sea water， 好简单，海里面的水叫做海水。那海水通常咸咸的，对不对？所以呢，海里的水通常含有盐分，所以我们常常说海水是不能喝的，因为海水很咸。好，欢迎 Hardwin、Henny， 还有佳佳，还有 Olena。好的，那你们有没有想过，一般我们在河里、井里、湖里喝的水，并不咸，这种水叫做 fresh water， 中文应该怎么说呢？绝对不能翻译成新鲜水，不是，叫淡水。淡水。所以我们平常这个包括我们用的自来水，包括这个我们洗澡用的水，包括我们洗碗、洗衣服用的水，其实都是淡水，它不咸。我们在湖里、河里、井里面都可以用到淡水啊。好，男人心海底针，不是女人心海底针吗 ，Tracy？不过男人心有时候也像海底针，不过女人应该更会吧？对了，最近老师听说印尼发生了示威抗议，对不对？然后好像很多民众都在抗议，请大家印尼的朋友、同学们注意安全啊。好像是因为政治上的事情，对不对？好像我听说有议员想要帮自己加薪，然后还有一个外送员被警察撞死了，所以这个印尼发生了很严重的示威抗议，对不对？好，希望你们一切都平安哦。好，我们看一下句子，他不会游泳，不小心喝了几口海水。好，这个小男孩不会游泳，所以呢，他到海水里玩的时候不小心，好，就表示他没有注意喝了几口海水。所以各位同学，我们有很多词汇要学到第一个就是不会游泳的人，我们中文可以叫他旱鸭子。不会游泳的人我们中文可以叫他旱鸭子。Drought duck 翻成英文的话drought duck 旱鸭子，旱鸭子。好，第二个，如果你不会游泳，你可能在游泳池里面，你不会游泳，
你可能在海水附近啊，在海滩好了哦，海滩附近不小心喝到海水，不小心喝到游泳池的水，那么这个我们中文有一个专门的词汇哦，叫呛到。你被水呛到 ，like choked by water。好，所以各位同学，这两个词汇我觉得是蛮好的，你可以记起来，它是比较高阶的词汇。不会游泳的人，我们中文可以叫他旱鸭子哦。那如果你被水给你觉得很不舒服那种状态，我们叫呛到。我被水呛到，我呛到水了，都可以。我被水呛到，不是呛哦，是呛。我被水呛到，4声哦。我被水呛到了，我呛到水了。OK， 所以这个就是你突然被水或你喝汤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吃饭你在喝汤，你被汤呛到了，你被汤呛到了哦。OK， 好，所以这个可以把它记起来哦。好，那你们是不是旱鸭子呢？理查老师不是旱鸭子，我会游泳，我会游泳啊。那如果你是很会游泳的人，我们中文可以说游泳健将，他是个游泳健将，哇，表示你好会游泳，游泳健将，这个是 good swimmer， 他是个 excellent swimmer， 游泳健将啊，游泳健将，卡住不行，不可以用卡住啊。好，用呛到了，被海水呛到了，被水呛到了，被汤呛到了。啊，被鱼丸啊，可能是鱼刺吧？鱼丸怎么会呛到人呢？可能是鱼刺吧，就是那个 fishbone，bone 啊，我英文越来越烂了，怎么办？鱼刺，你被鱼刺刺到了，不会，鱼丸不会呛到，应该是这个淹到了，淹，哎，我是打不出来。淹到了，咽应该是念咽吧，咽到了，被什么东西咽到，就是吃东西卡住了，哦，没有办法吞下去，哦，或者你可以说被鱼刺刺到了，刺到喉咙，哦，也可以啊，哦，鱼刺不可以哦，因为各位同学呛到这个词汇一定是用水液体的东西才会呛到，哦，那你像鱼刺或鱼丸这种东西是不会呛到的，你可能卡在喉咙，可以用卡在喉咙吞不下去，无法吞下去，这个不能用呛，呛到一定是水的东西哦，水的东西哦。好，在越南语游泳很厉害的人叫做金鱼哦 ，really 真的啊，很有意思哦。好 ，OK，噎到了，对我们中文说噎到，我看这个怎么打，噎到了。这个简体字应该也是噎到了吧？啊，噎到了，就是也是 choke， 但是是硬的东西，不是水啊，硬的东西噎到，对，噎到了啊，噎到了。呛到一定是水的东西哦，一定是水的东西哦。好 ，OK， 大家有没有问题？有没有什么问题？好，这些词汇其实都比较难，平常你们可能学不到，对不对？哦，好，我们再往下看。好，如果你们想更深入的了解啊，可以自己去查一下我给你们的这些词啊。好，我们来学一个语法点，叫越来越加上形容词 adjective， 越来越 more and more increasingly， 越来越，理查老师越来越老了，理查老师越来越帅了。大家有没有发现，我都会加一个了？对不对？所以大家记得越来越，我们通常后面会加一个了。理查老师越来越有钱了 ，I'm richer and richer， 越来越有钱了 ，wealthier and wealthier。好，我们可以说乔马越来越帅了，啊，月莹越来越美丽了，可以，月莹越来越美了，也可以哦。好，我们看一下句子，近年来。Recently， 近年来，好，越高温度，越来海水的，好，那当然大家都知道
地球的温度越来越高了，所以夏天到的时候，很多地方有热浪 heat wave， 对不对？很多人会觉得很热，甚至会中暑，对不对？ heat stroke 会中暑。那连海水的什么好，近年来海水的温度越来越高了，很好。近年来海水的温度越来越高了。好，有时候口语中，当然我们有时候忘了说了，当然口语中也没关系。近年来海水的温度越来越高，也可以啊。就是说这个了，有时候在口语中，我们母语者会把它省略不说啊。那你也不要觉得，它一定错。有时候口语是比较简单的啊，比较简单的，所以有一些字会省略掉啊。近年来海水的温度越来越高，可以。近年来海水的温度越来越高了。好，那我们加个了，表达的是一个 fact 事实啊。通常你想要强调它是一个 fact 事实。好，没有问题吧，各位同学 ？Hello Benny， 欢迎你啊，很多同学欢迎你们啊。好，大家应该有感觉到，特别是欧洲跟在美国、在美洲的朋友们，一定会觉得哇，夏天好热。然后海水的温度越来越高了，然后你会觉得这个地球的温度也越来越高了，对不对啊？全球变暖很好啊 ，global warming， 全球变暖。哦 ，hello， 我看到有人捐钱给我了，谁啊？哦，乔马哦，欢迎，不是欢迎乔马，谢谢乔马。好，乔马一直都很支持老师哦。好，谢谢乔马的支持。这个乔马有来台湾的话，我一定要请乔马吃个饭的哦。好，还有一个词汇叫海水浴场。海水浴场，那各位同学，什么叫海水浴场呢？一般来说，这种地方是你休假的时候、旅游的时候想去的地方。它通常呢在海边，它通常是一个海滩。它可以让你玩水，它可以让你堆沙堡 （sand castle） 沙堡，然后全家人很喜欢去海水浴场玩。那海水浴场并不是洗澡的地方，不是哦，它是让你玩的地方，玩水的地方。那通常海水浴场很多小孩特别喜欢去，它在海边，在海滩上面啊，你可以玩水、玩沙子啊。好 ，OK。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句子，他们全家人，好，这个词汇请大家记起来，全家人就是 the whole family。哦，这个词一定要会哦。他们全家人今年夏天 this summer 度假 have a vacation 度假。好，这个词汇非常重要，度假就是 have a vacation be on vacation。再来浴场到青岛 ，Hello 猪猪，欢迎猪猪哦。好的，好，青岛在哪里？知不知道？在中国的一个省叫山东省啊，青岛在山东省啊，有很多外国学生在青岛学中文啊。青岛很有名的是啤酒 beer， 青岛啤酒很有名。青岛呢也有很多可以玩水的地方啊。好，他们全家人今年夏天到青岛的海水浴场度假。好，诶，我的海水不见了，等等，我的海水浴场，海水呢？海水，老师少打了字，不是海山，海水浴场。好，海水浴场。好，这个是老师的错哦，老师这些字忘了打出来了哦。好，是海水浴场。好，他们全家人今年夏天到青岛的海水浴场度假。他们全家人今年夏天到青岛的海水浴场度假。那各位同学，青岛的海水浴场在全中国都非常的有名哦。好。希望你们去青岛的时候，可以到青岛的海水浴场走一走。青岛不是在台湾哦，青岛在大陆，在中国好像在山东省，我应该没有记错哦。
好，青岛，它很有名的，我知道是啤酒，青岛啤酒很有名 ，beer 啊。好，你们有在大陆的同学可以去青岛玩啊。好，我们看下面咸。好，这个词一定要会，它是一种味道啊。当你尝到海水的时候，当你喝到海水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很咸啊。当然，如果你吃到盐巴 salt， 你也会觉得 salty of course， 你会觉得很咸。所以咸一般指的是一个味道，你可能吃到很咸的菜，某一种菜加了很多盐巴，那这道菜就会很咸哦。那海水当然也很咸，对不对？海水很咸，饮用当 treat us 不能水啊，这题有点难哦。好 ，OK， 山东省对，海水很咸，你们一定都喝过海水，对不对？海水当然很咸 ，salty 咸。好，宋平，海水很咸，不能当饮用水，很好。海水很咸，不能当饮用水，很棒哦。好，那各位同学，饮用水这个是个名词，就是 drinking water 啊，就是可以喝的水叫饮用水，可以喝的水叫饮用水啊。海水很咸，不能当饮用水。好，乔马问了一个问题，卤是什么意思？好，卤基本上是一种烹调方式 ，a way of cooking。卤就是把菜放到卤汁里面去，把它泡很久，把它浸很久啊，这个叫卤。那所以我们中文这个，如果你们吃过卤味啊，一定会觉得哇，卤味很好吃哦。卤味就是把很多食物丢到卤汁里面去，它就会变得很咸、很香、很好吃哦。在台湾，卤味特别好吃，有豆干啦、鸡爪啦，哦，还有海带啦，哇，这个卤味啊，非常的地道，算是这个街头小吃啊。到了中国或到台湾，你们一定要尝尝卤味啊。卤就是把食物放到酱汁里面去浸泡，这个 cooking way of cooking 叫做卤啊。好的 ，OK。饮用水和淡水不一样啊，因为饮用水一般是我们可以喝的水，所以它可能已经煮沸了，它煮过了，所以我们可以喝。但是淡水可能还没有煮过啊，淡水一般是指不咸的水，叫 fresh water， 叫淡水。所以淡水不等于饮用水，饮用水是可以喝的水，煮沸过的，人可以喝的、安全饮用的这种水叫做饮用水。淡水只是一般的这种 fresh water， 河水、湖水、井水，这些都叫做淡水啊，没有咸味的这种水叫淡水啊。好，我们再往下看。好，广告时间，请帮老师点赞好吗？订阅、分享老师的频道跟视频，每个月$2可以请老师喝杯咖啡。好，成为老师的 YouTube Member 小土豆，请大家多多支持老师的工作。老师免费上直播课哦。那如果你不支持老师的话，你也可以帮我点赞哦，或者就来上课，就是支持我了哦。好，卤味不是 way of cooking 哦，卤味是一种，卤味就是把很多食物放到卤汁里面去卤的一种小吃啊，所以卤是 a way of cooking， 我不晓得英文要怎么说诶，谁帮我查一下哦？卤就是一种烹调的方式，卤味是一种小吃，很好吃的小吃哈。好 ，OK， 饮用水 boiled water 可以，对，因为都要煮沸过啊，可以。淡水不是 tap water， 不是，淡水是 fresh water。tap water 中文叫自来水啊，自来水。well water 是井水啊，所以这些词都有一个专有的名词。stew 是不是 ？stew 对 ，stew 啊，好，卤是 stew 对不对？饮用水 drinking water
drinking water。然后淡水 fresh water，tap water 是自来水well water 是井水特别注意都不一样。我们中文都有固定的表达固定的用法。好，下一个词汇海鲜，海鲜 seafood 很简单。那各位同学，海鲜有哪些呢？你们喜欢吃海鲜吗？有的人可能对海鲜 allergic 过敏，对不对？有的人不能吃虾子，因为他对虾子过敏。如果他吃了虾子，他就会嘴唇会肿大，或者脸上长痘痘。为什么？因为他对虾子过敏。有人会对海鲜过敏。海鲜有哪些食物呢？鱼，当然，虾子，蟹，螃蟹，贝有很多种，对不对好，所以各位同学，你们如果喜欢吃海鲜的人，当然要知道 seafood 海鲜有哪些东西，还有龙虾，对不对？还有呢，章鱼也是，对不对？还有呢，好多东西你们可以想想看海鲜 stewed flavor I don't really know， 我不确定耶中文是叫卤味啦好，我们看一下句子。这家餐厅的海鲜特别美味。这家餐厅的海鲜特别是一个副词especially delicious, especially tasty。这家餐厅的海鲜特别美味。好，所以你看这个男生带着他的女朋友到这家餐厅来品尝新鲜的美味的海鲜。你看这个女生手上拿着一只好大的虾子，对不对然后他们桌上有很多海鲜可以品尝好，小龙虾好吃啊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表达，叫做 be allergic to， 对什么什么东西过敏。有人对花粉 pollen 过敏，花粉知道吗？有人帮我打一下花粉。有人对花粉过敏，有人对海鲜过敏，还有呢，有人对什么东西过敏？如果你对一个东西过敏，如果你接触到那个东西，你的身体会产生一些不好的反应如果你接触一些让你过敏的东西，你的身体会产生不良的不好的反应对 allergic to pollen 对花粉他对花粉过敏。还有人对什么过敏？你们可不可以想一想海鲜嘛花粉，有人对什么过敏？对人乔玛，你对女人过敏是不是？碰到女人你就不行，我不能，我不要好，乔玛对女人过敏花生对，有人对花生过敏，会有人对花生过敏。小麦粉，有人会对小麦粉过敏 OK 或许有可能有人对那个宠物的毛，有人对狗的毛过敏，会对宠物的毛因为狗跟猫会掉毛，那个有的人会过敏，对于狗毛或猫毛过敏会有香水，对，有人对香水过敏 OK 有人对鸡蛋过敏，可能有人对鸡蛋过敏，有人对巧克力过敏 Really？ 巧克力很好吃耶，会对巧克力过敏No， 灰尘有可能 dust 灰尘，如果这个室内灰尘太多，他可能会一直咳嗽会觉得很不舒服对灰尘过敏。还有人对药过敏对，宋平说的很好，所以有时候你去诊所看医生的时候，医生会问你有没有对什么药过敏或者你有没有对一些比如说可能你生病的时候去看医生医生都会问你对什么药过敏吗？医生会问你，对不对好，所以这个有人对奶酪过敏，对政治过敏可以
对politics 对政治过敏，对政治反感我们一般会用，如果你不喜欢 you don't really like politics 对政治反感对政治反感，我们不会说对政治过敏啦，我们会对政治反感 you don't like it 对政治反感。有人对猫跟狗的毛过敏，敏感不一样，敏感是 sensitive 敏感是 sensitive it's more about feelings sensitive 比如说你对别人说的话很敏感或者是这个有一些人说的话或者是做的事情你会觉得不喜欢，你对一些人会特别敏感敏感Bryce Hello Bryce 你好，止痛药过敏可以，有的人对止痛药过敏 painkiller 止痛药，有人对牛奶过敏有人对鱼过敏，对，有的可以的，很好所以这个你们可以想一想你身边的朋友有没有对什么东西过敏反感表示你很不喜欢某一个东西，某一个人或某一件事情，对什么什么反感对水果过敏有吗？有人对水果过敏吗？可能是特定的水果，有人可能对香蕉过敏对香蕉过敏对，那如果你 you don't have any allergy 你就可以说我对什么东西都不过敏，好像也中文好像没有这个表达我对什么东西都不过敏好像听得懂啦，我们好像中文不太会这样讲话我对什么东西都不过敏。好 OK emotional 可以，像 emotional sensitive 因为在中文敏感是一个比较负面的词汇，所以翻成 emotional 会更好因为英文的 sensitive 是一个 neutral term 对不对？但是中文的敏感它是比较 negative 比较负面的一个词汇，如果我说你太敏感了，你是个敏感的人，通常不是很好的话可能我表达的是 you're too sensitive you're too emotional 好，我都可以吃，我什么都可以吃，可以不过过敏不一定是吃的东西嘛，对不对过敏不一定是吃的东西，我对什么都不过敏听得懂可以了听得懂。好 OK physical yeah 对，可以 emotional 的这种是可以是敏感的，然后过敏一定是有关你身体的反应，所以是 physical reaction physical reaction 好 OK 好，这题很简单，我们就直接说答案了，他对海鲜过敏，他对海鲜过敏。好，希望你们健健康康的，不要对什么东西有过敏的反应我对针过敏 needle 你对针过敏反感吧，你可能不喜欢打针，我们中文就讲我不喜欢打针就可以了我不喜欢打针你太敏感了，对，没错好，那么今天的课就到这啦，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课，我们明天见咯，明天是说故事时间，如果你喜欢听故事的同学，欢迎你明天来上课，晚安咯，拜拜。